大家好，我是王工。从今天开始啊，我会讲一下三轴编程，也就是从最开始的一些2D 的道路，然后到钻孔，到3D，就是这么一套工序吧。从上往下依次的我们去做一下这个程序，然后看一下这些命令都是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如果想要就是看一下建模的话，可以看你那个建模课程，建模课程里面有讲这些，就旁边这些命令究竟都是做些什么，还有这些就是建模的嘛，大家得知道，就是草图啊、拉伸啊之类的。好，我们现在就是主要就讲的是编程，编程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到这个加工页面，所以说点一下加工。当然，前提的话，你肯定要插入一下我这个模板，因为我这里面已经有模板了。我们当点击我们加工的时候，上面这些我们不用管，它就第3个，默认这个位置就可以了。那这个我们也是默认 DB 这个模板也就可以了，直接点确定。好，这是第一步啊，到加工里面确定。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边上就会弹出来一些东西，好，这些东西。当然，前提你肯定要就是把这个编程模板给它插入进来。怎么去插入啊？去找一下我那个就是王工这个链接吧，里面有一个沈阳王工模板，然后沈阳王工模板里面有一个编程模板，编程里面编程模板里面有这个模板究竟是放在什么地方，还有是怎么使用的，甚至是怎么自己做模板，那里面也会有一个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那个特别简单的一种就是模板的那种放置的那种方式，那么一个简单的视频，还是很好理解的啊。如果说你不会的话，可以多看2下那个视频。当然，这个里面我们就不说那个编程模板了。这个是加工页面，加工页面我们可以看一下上边有，然后左边、下边还有右边，这个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小命令，都是命令啊。我们看一下左边，左边的这些是不是很熟悉？跟我们建模里面讲过的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基本上有的时候啊，我们再切回这个建模，点一下这个位置就可以了。然后这个是加工，再点一下，哎，又切换回来，又点一下建模。好，看一下这个左边，我们到加工，哎，是不是很像？只不过有的时候啊，这个加工里面的东西，建模里面是没有的，加工里面的命令，打个比方，就比如这种创建几何体呀，又创建道具啊，在建模里面是不可能有的。然后到建模里面有一些，你看创建这些块啊，什么圆柱啊，我们到这个加工里面也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说他们就是当你找不到那个命令的时候，你不妨你切换到建模里面去找一下，特别是下边啊，下边多了很多，但到你看加工里面就没有那么多了，一共才到这个位置，一共才这些。所以说我们这个大家可以就是自己看一下，就是特别是这个位置啊，就是这个命令的这个位置，可以自己去练习一下，来回切换切换，然后熟悉一下这些命令，看究竟是哪边有哪边没有。当习惯了那就好，那就可以了，习惯了这些命令就可以了。好，我们当然到加工里面有一些命令是没有的，在建模里面没有的，我们肯定是要说一下，特别是这一边。当然我们今天是第一节课来讲嘛，所以说不用说的太细啊，太细，我们只要把这几个命令稍微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第一步的话啊，我们这个是到加工里面，它这个位置显示的是部件导航器，我们肯定是不需要部件导航器，我们要切换成工序导航器，因为在加工里面嘛，我们一般用的就是工序导航器，我们要编程所使用的，可以自己切换一下，这是部件导航器，这工序导航器，啊，这有约束，啊，这有装配，所以说我们在加工里面基本上都是用到这个工序导航器。好，点开了之后。看到了吗？还有这一页上边的话，我先不能一一说啊，这个不能一一说，我们只能说在编程的时候，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这慢慢会往里面去带入这些就是都怎么使用的。因为我现在我说这个怎么使用的，我相信大家可能也不是很了解啊，我们要一点一点往里面去带。但是啊，我们刚学习的时候，前期的情况下，一定要知道这面这几个是怎么使用的。还有我们这个创建坐标系是怎么创建的，就是机床坐标系，我们也知道加工中心嘛，我们是要单边啊，还是四面分钟啊之类的，肯定是要知道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第一节课主要说的是啊，就是我们这4个、这几个、这个，好，这
这几个，我们一般究竟是做些什么有实用的。好，一些小的基础啊，像什么右键呀、左键呀、选择呀什么这些，还有什么旋转呀、移动啊这些，我们在建模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建模里面的前几节课去了解一下啊。你要刚学你就只想学这个三轴编程的话，那我建议你对于这个至少这个 UG 你至少要熟悉一点，你至少知道你这个怎么旋转的，或者是怎么能够给一个零件选中，或者是怎么把零件取消，或者是只选择这一个位置，比如只选择一个面怎么选的这些我建议看一下三轴的不是三轴的是我们那个建模的那个课程，可以去稍微的看一下，特别是前几个课，不用看的那么就是如果你只想编程的话，就是不用看的就是完完全全全部看会，至少你这些基本的操作你是会用的，比如你点一下这个位置一点它会出现什么，或者是点一下这个位置，哎，它会是干嘛的？你这些你一定要知道就可以了。好，当然这个我就不细讲了，我们还是主要是去讲这个编程的这些命令。第一步，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边儿，当这个程序顺序视图高亮的时候，它高亮的时候，这个位置是长这个样。我稍微往这边拉一下，它有很长。好，看到了吗？有很长很长。我这个位置有个刀轨，其实这是一个文件夹，你可以点击它，然后右键插入工序，这是我们正常一个操作插入工序三轴，这里面这有这么多命令，这接下来我们需要去讲的这些命令，所有的都在这里面，就是去编三轴的，我们现在只有三轴，所以说是三轴。这是五轴，五轴的话看我五轴的课程五轴的课程已经录制差不多了，我们直接看四轴五轴课程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学五轴、四轴、五轴的话，那这些小的操作的话，肯定就都已经会了。因为学四轴、五轴嘛，我们三轴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操作基本上都是可以了。我们直接看三轴。好，比如随便点一个这个命令，确定直接我就确定了看一下，就我先不说其他的这个说白了就是我们编的一个程序，但是现在还没编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位置，刀轨没有显示，刀具我没选刀，因为刚刚这个刀具号，这个就是 T0几那个意思。我大概讲一下这个可能后来肯定会细致的说一下，现在我们只能说大概的讲一下这个命令。刀具号也就是 T0几，然后时间也就这个程序多长时间。好，不妨我们就是我给它点错了不能点那个小问号，我们给它取消，一点一点说我们重新，一般插入的话，我们需要插入 A， 这是 A 序、B 序、C 序、D 序、E 序，A、B、C、D、E 这几个工序当然还有一个 F 好像被我删除了，我觉得这五个已经够了，所以说 F 我就不用了，也就是 A、B、C、D、E 这几道工序，我们把 A 的这个小三角小十字给它点开的时候，又分为很多 A01一直到 A20，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这个意思。当你在 A01里面编程序的时候，我先随便选一个确定，好。这个程序编好了就是 A01，那在 A02里面，比如我们再插入工序，再编一个程序那这个就是 A02。我们到时候后处理的时候就这个程序它就是 A01，我们到时候要跑的先跑 A01，再跑 A02，就是这个工序嘛，一步一步的往后排，从 A01比如一直排到 A20，就是依次去加工这些程序，这个就是我们要在这里面去编的，这些就是文件夹。就是文件夹那个名字，这个大家应该是有所了解，好，就不细致的讲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主要是讲一下这个位置。首先插入工序，选择 DB 系，比如我简单的编一个程序特别简单的编一个程序，点击，比如选择这个面，选择道具，这个无所谓我们大家也不用跟我学，我们先把这个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行。生成一下，由于这个屏幕比较好，首先这程序是出来了，我们可以点这个播放一下可以看一下。好，这程序已经编完了，看一下这个位置换刀，这个就是第10，说明我们现在是第10的刀这个位置当然这个位置究竟是怎么整出来的呢？我再往后边拉一点点。好，有的你们这个可能不是跟我这个不一样，我们右键列
列的时候啊，这里面就有什么刀具、刀具号。现在大家可以截一下图啊，截一下图，把这个就是调成跟我的一样就行，打对号的这个跟我的一样，截下图啊，大家截下图看一下。比如如果这个步距打勾了，好，右键列，这步距我们不要给它打勾，给它点没，好，啊之后列，啊这些只要对号的打开就行了。这个究竟什么意思啊？我们可以看一下，换刀看到吗？这个位置换刀，刀轨，刀轨，刀具，这位刀具，然后看最后这个速度啊，速度啊，进给率，就是这个懂了吧？这个经过一演示肯定都懂了。这个刀轨打对号的时候，说明我们那个刀轨已经生成完成。然后刀具用的什么刀呢？是用第10的那种利息刀，对，第10的刀具，第10 R0啊，只要显示第10后边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就是 R0，如果显示的第10 R1的话，那就是第10 R1的刀具。好，刀具这个刀具号啊，看一下这个位置啊，由于这个只有0，所以我没给它拉这么大。0的意思就是我们没有给它一个道具的号，它在后处理的时候就 M6 T0，这个需要操作工自己去更改的。看一下这个位置，这个时间就是2分钟47秒，说明我们这个程序一共跑了2分钟47秒。为什么跑这么快？为什么跑这个速度啊？根据我们这个进给率来算的。这进给率1000就是 F1000，速度3000就 S3000，这个都可以改到后期。我们现在只要大概的了解这个意思就行。几何体的话，由于没建几何体，一会儿到时候我们再讲的话，建几何体之后，我再告诉大家这个位置究竟什么意思。然后余量的话就是0.2，这说明是侧壁的余量。由于这个光底面不涉及到侧壁，如果我们光下边这个面的话，就涉及到，你就可以这么理解为，我们比如要光一下这个洗这个边加工到这个位置的时候，那这个侧壁的余量它就会有，比如这个侧壁，好，这道具加工到这么走的时候，这个距离就留了0.2的余量，就是这个位置。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底面余量0.15，这个很好理解了吧？这就是底面的余量，也就是看一下啊，哎，看到吗？这个距离这个面它有0.15，它就是底面的余量，就是这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意思啊，就是字面意思。说白了，切削深度这个是0，就说明我们这个切削深度没给好，就是每一刀到底啊。打个比方啊，0.2，哎，再生成一下，稍微往上拉一点点啊，确定。好，发现没？现在就已经有了0.2，它这个东西啊是根据我们这个编程里面我们设置的这些参数而变化的，知道这个意思就行了。简单的了解。由于啊完工这个屏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我这个往这边拉了，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意思就行啊，自己可以自己看一看，就看这字面意思就可以了。好，我往这边拉多一些啊，就只显示这把刀具吧，要不然这边实在太小了。王工这个电脑的话，屏是很大，但录制的时候我特意把这 UG 给它变小了，要不然录制的不是特别清楚啊。好，我们这节课主要就是知道这个意思，还有这个 A01是什么意思 ？B 这是 B 穴，这个是 C 穴，然后 D、E，好，AF 在下边。好，这个模板的话，我好像是有更改，这 F 跑在下边了，但是这个无所谓啊，这个无所谓。ABCDEF 这几道工序啊，好，这个我们就是简单的了解一下。当然啊，比如这个我们可以是移动的，鼠标左键摁住啊，都可以移动的。但是你尽量是，比如A04跑完，一般我们基本上就跑 A05，你可不能 A04跑完，这个在下边，这样后处理的话，它就是还是顺序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所以大家尽量让它就顺序是一样的啊，这个千万不要给它整差了，要不然操作工可能弄不清楚你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好，尽量就是顺序是一样的。我再打个比方啊，这个是可以复制的，比如右键复制，给它比如粘贴，好，这样子它就粘贴到 A011的下边，这个 A14啊，也可以右键重命名，比如 A01-1，好，这个属于加程序，我们可能编了 A20个程序，但是你发现它少了，在 A01和 A02之间，你想加了一个程序的话，那它就是 A01-1，就是编一个可以加一个程序啊，就可以这么去加。你也可以再加 A01-2，也是可以的啊，复制粘贴，
看一下啊 ，A01-2，这样都是可以的啊。这个就简单的一个文件夹，这么一个复制粘贴的一种方式。当然，这个你也可以再往后加，复制、粘贴，右键，给它改一个，比如 A21，好，你就这样无数个往后粘贴都可以了。比如复制、粘贴，粘贴，快捷键也是可以的，Ctrl+V，就跟我们电脑平常使用的电脑是一样的。当然，这所有的名字你都需要改，比如点击右键重命名，好，所有的都可以去更改，比如22，回车都可以的。比如你觉得下边这些我复制多了不想要了，可以删除，好，这样也是可以的。这就是一种方式啊。比如你编的程序它不想在 A01 了，也可以给它移到 A01-1也可以的，移到这里面也可以。它千万不要移到它的下边，这样子它没有什么实际的在哪个文件夹里面啊，它就是在 A 这个总体的文件夹里面，这样子是不行的啊。我们一定要把它移到这个文件夹里面，都是可以的，可以移到哪个里面都可以。比如你把所有程序都编好了，你再给它顺序你这样去一个一个去挪也是可以。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就这些，这个是文件夹，这含义大家也知道了嘛。我们一般编程都是第一序都在这个 A 里面去编就行。像如果说翻面了，打比方啊，这个你就是翻面了，那你就这个背面，那你就编一个 B 序。如果侧面，比如有孔，那你就再编一个侧面，你就上 C 序去编。比如这面也有孔，这个位置啊，比如也有孔，你就在这个面给它是 D 序。好，就这样往下排就可以了。一个零件你分为几个工序的话，你最开始的话，你肯定也是有所了解的。我的习惯啊是先编 A，然后之后往后排。好，这个是一个简单的，就是讲一下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它叫做程序顺序视图，这个所有的这些基本的这么一个操作。当它高亮的时候啊，这里面的这个用法。好，我们这节课啊就讲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再讲一下下边的。感谢大家的收看啊，再见。